各位观众，你们期待已久的新车终于来了。今天我们的主角就是全新的 Proton S70。我们现在人在 Proton 的 HQ 哈，这辆就是全新的 Proton S70。之前大家都在猜名字叫做 S50，但后来官方直接辟谣说没有，它是 S70。为什么是70？很简单，因为这是一辆定位 C segment 的 sedan。既然 C segment 的 SUV 叫 X70，C segment 的 sedan 当然是叫 S70啦。如果你是 B segment 才叫 S50嘛。这辆车的定位很明显，就是要用 B segment 的价格打 C segment 的车型。目前我们市场上卖着的 B segment 日系 sedan 多少钱？入门我觉得差不多，你都可以说从90多千起了，100千算正常。今天这辆车呢，虽然原厂今天还没有告诉我们价钱哦，但是我们今天早上刚好有收到一则爆料，就是那张 Public Bank 的银行贷款单，101,800块，应该是高配的车型了。所以你就想哦，入门可能说80多，接近90千到。今天这辆可能102千这样的价格，你就可以拿到一辆 C segment 的车型来打 Honda Civic。那你的选择是什么呢？这个配置上看来，你究竟会选择本地厂牌吉利挂本地的 Proton 牌的 S70，还是你要选择130多千的 Honda Civic？大家自己去做决定哦。这辆车啊，真的是好多爆料诶，车型也爆料过了嘛，也确实如爆料所说，分成4个车型，分别就是布料座椅啊、皮革座椅啊、ADAS 功能啊，最后 Premium X 就是我们今天身边这辆有多了一个天窗的配置，所以详细我就把它列出来，大家按暂停哈，看4个车型的配置有什么不同？因为之前只是一个预览嘛，所以我们只是大概先讲一讲它有什么配置。那今天的 Premium X 呢，是最高配的车型嘛？给什么？给17寸轮圈 Projector LED 的头灯，360环景显示，电动驾驶座有天窗，这些全部几乎都配上去。当然有一个东西还是停着的，就是 Android Auto 跟 Apple CarPlay 到现在还是不给你哦，这我真的是想不通，可能销量还是很好，大家真的是觉得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。价钱90千，100多千，你会选择什么？其实就真的蛮好奇的。好，打开它的引擎盖，我们来看动力主体的部分，这个讨论度很高哈，1.5公升直列3缸涡轮增压汽油引擎，搭配7速双离合的变速箱，输出的马力150匹，扭力峰值226牛顿米。之前大家还有在讨论说，会不会它也加上这个所谓的48V 轻油电？可是我真的觉得说1.5 Turbo 加 DCT 绝对够用。你没有必要为了一辆 C segment 成本再去，你原本就是80多90多千，然后可能100千这样的车型嘛，你再丢一个48V 就加多一个10多千下来，没有意思嘛。所以这样子的配置其实就已经足够了啦。至于驾驶表现如何呢？今天原厂有一个试驾，等下我们要上这个 Proton 他们自己的试车场，我们去兜几圈看看。有没有力？我对它这个配置蛮有信心的。大家讨论度最在意的就是，我不要3缸啦，我要4缸啦，我不要3缸啦，我没有很在意，我真的没有很在意。从外观上来说，整体的打造、定妆照发布的时候，我觉得看起来不错。实车看起来，我其实也觉得还 OK 哦。头灯是蛮饱满、蛮有侵略性的。水箱护罩内容物跟这个弓状的开口，整体的质感跟立体感也很够。只是我觉得这个保感的设计有一点阳春啊，但是轮圈有给到位17寸，而且是2 tone 的轮圈，觉得其实还蛮好看的。高配版看还有天窗所以是不是很有诚意啊？S70的车尾呢，有几个蛮多人讨论的地方。第一，车尾灯的造型。这个很多人有很两极化的讨论有人说好看，有人说不好看。2件事，第一 ，LED 的色泽非常饱满，这点是值得赞许的。里面的设计啊，我觉得没有问题，我觉得蛮有科技感，蛮前卫的设计。我真的是觉得这个设计是完全 OK 的。再来一件事，就是这个颜色，这个是全新的
就是靛绿色这样的配色啦，也是有人觉得说这个配色很奇怪，但是颜色真的见仁见智。我觉得我反而觉得这个颜色没有什么问题，就可能有人喜欢蓝色，有人喜欢靛绿色，对自己去选择吧。我个人觉得比较特别的一点就是这辆车标榜还是 C segment 的定位嘛，可是可以发现到一件事嘛，它的车身尺码长度没有很长哦，甚至它的车尾也是算短的，所以会不会影响它的空间？会不会影响它的乘坐品质呢？啊，等我们再来试试看。车尾的造型，我真的是觉得没有什么问题的。一字排开的字好看，尾灯造型好看，下面保杆采用隐藏式的排气管设定，整体的造型也蛮利落的。打开车尾箱是有电磁阀的尾门，里面的收纳空间呢高达500公升，而且最重要的是什么？来靠近来看，有备胎，虽然是小尺寸的备胎，但是有总比没有好吧？后面的椅背是可以做6/4椅背倾倒的，只是开关应该是在车后座才可以进行，这边是没有办法进行的。好，坐上 S70的后座 ，OK， 几件事情。首先，第一，膝部空间足够，这个空间够大哈。再来，第二件事，头部空间，你看啊，我坐直，我的头部空间还有1个拳头哦，所以是 OK 的。膝部、头部都表现出色。再来就是它的椅垫啊，椅垫很重要，高度有，长度有，躺下来椅背的倾斜角度也 OK， 不会让你觉得坐得很直，然后长度不够什么。其实整体上坐起来都比 CV 出色啊，这个很重要。我觉得你空间虽然可能没有 CV 这么大，可是你的乘坐感、皮革的质感里面发泡棉的呈现，然后你看这个凹槽处理，真的坐起来，它有，我不能说它有 C segment 的空间，但是它的整个品质是 C 跟 B 之间，真的整个呈现都很好。中间靠手拉下来是会 stand 住的哈，2个置杯架，然后中间有冷气出风口，下面1颗 Type C， 1颗 USB， 还有一个可以放手机的 holder。可能可以放到2台手机都没有问题哦。然后中间的隆起只有一点点，因为前驱的车型嘛。再来旁边，我看啊，上面是硬质塑料，下面有一点皮革包覆，靠手的部分呢也是有皮革包覆，所以整体的质感呢还是 OK 的。如果价钱是90跟100千之间的话，这个呈现真的不错。好，我们坐上它的驾驶舱了。首先第一件事，它的界面很简洁，就是你会觉得这辆车一开驾驶座的车门进来那一瞬间，第一个感受是很不错的。今天它展现出是一个很成熟的面孔，这是第一件事。好，再来座椅哈，哇，前面2张座椅很加分哦，非常加分。第一点，大腿长度够；第二点，椅背的支撑好，左右隆起、左右包覆全部都很够。你可以架起来运动化一点，你乘坐感也舒服。哇，头枕的支撑感觉也 OK。整体的人体工学设计啦，有用心。驾驶盘前后上下可以做调整。好，我们来看它的内装。第一件事，我们要做什么？我们来开天窗。很多东西都要用这个中控萤幕哈，来，天窗也是，看，啊，开了，光线就更好了哈。好，用料，我们先说内装的用料，看，软材质，皮革包覆，钢琴烤漆，雾银饰条，整体的这个呈现层次感是很丰富的，而且触感还不错，只是旁边就遗憾一点啦、上面因为你觉得它是 C segment 了，而上面还是硬质塑料，中间硬质塑料有点皮革包覆，靠手有皮革包覆，就跟后面是完全一样的，它的整个材质运用不会说后面差一点，前面好一点，没有，前后都一样子。那因为这2是高配的关系呢，所以它的萤幕也给你大尺寸的了。那如果入门的好像是8寸吧，跟这个传统仪表，我们到时候发布之后再有机会再看一下入门版到底长什么样。再来就是它很多的操控
都整合到中控荧幕上面来了。OK， 我们说很简单，多媒体音量的旋钮在哪里？没有咯，全部都没有了。你一要么在驾驶盘上面控制，二这里拉下来，看到吗？这里就是你音量的控制器，还有你主机的亮度，这根本已经就是变成 Android Player 了，就是不给你 Apple CarPlay、Android Auto 的一台 Android 主机。那都功能全部在这边设定了，包括这个最重要的ADAS 进阶式的安全配备，全部都在这边。什么 ACC 自主跟车盲点警示、车道保持、碰撞预警、RCTA 全部都在这边做设定。然后再往下看，中间这排快捷按钮呢，就是空调的设定了。冷气的这个风量上下可以按的哦，然后温度也是上下可以按的，这个有保留下来，我觉得是很好的设计。至少不是像多媒体一样，你要进去拉这个去改，就比较麻烦一点了。Start Stop 引擎 Start Stop 的按钮也在这边。我们再往下看，有收纳格，有一颗 USB， 有手机充电、无线充电座，然后旁边还有一个小空间，所以你这边放东西就容易很多。它这辆车好像有5颗 USB， 有没有记错的话？这边1颗，下面1颗，后面2颗，还有上面给行车记录器也有1颗。好，我们再往下看，中间这个中央靠手区很关键。第一个 Solid 嘛，看。我现在是很用力摇的哦，摇到我觉得我整辆车在摇了，可是它是丝毫不动的，所以表示它的组装这个东西，它的组装是强度是很够的，所以真的这个比很多欧洲车还好这个强度。然后排档杆是应该是跟 X90相同的，这个排档杆设计非常有质感，然后电子手刹车、自动驻车、置杯架2个置杯架。然后收纳格中间这个置杯架是可以拿上来的，你的收纳格就会变得非常大。然后我们再往下看，下面也有一个收纳格，有一颗 Type C， 有一个电源插槽，空间上面有，下面也有。家用车就是要这样子，我最喜欢就是很多地方可以给你塞东西，真的很重要。驾驶仪表数位显示算是简单中有丰富，它有一些动画，但是它不会像一些大品牌，像我们看 Ford 那动画非常夸张这个又没有到那个程度了，就简约。90多100钱的车子 ，OK， 这样子 OK 了。3辐式的驾驶盘，没有换挡拨片，但是上面的按键很丰富，因为你有进阶式的安全配备，你可以去操作，大概就是这样子。所以整体的内装打造，我觉得价位了，重点就是价位。如果价位真的如我们看到的那样子，它的竞争力会非常非常强。那我们今天好像原厂还有安排一个试驾，我们看时间紧凑，不确定可以拍到多少东西，反正我们就上路再说。那你的想法又如何呢？欢迎留言给我们知道，也不要 subscribe 我们 channel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。